都来了。这次不仅是西方承诺的数百辆主战坦克正一批批的赶来，而且考虑到乌军没有能力维护这些坦克，德国专门在乌克兰附近的几个国家修建了多个武器中心，为乌军的反攻行动解决了后顾之忧。首先，在波兰，德国国防部长宣布，他们已经和乌克兰、波兰签署了一项协议，三国将会共同建立一个坦克枢纽，在波兰境内为乌军坦克提供维修服务。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的透露，该枢纽预计5月底开始运作，其成本每年估计在1.5亿至2亿欧元之间。其次，在罗马尼亚，德国国防部长前段时间访问罗马尼亚时，宣布在罗马尼亚去乌克兰的边境地方建立了一个武器维修中心，并宣称乌克兰军方目前使用的武器都可以送到这里进行维修。相当于乌军武器的 4S 店，是德国对乌军提供的战争保障。而如同波兰、罗马尼亚这样为乌军保障后勤的地方还有很多，几乎所有与乌克兰交界地方的铁路、公路都在极其忙碌地进行着高强度的运输。乌克兰的战士在战场上拼命，他们的后勤也是极其有保障的，否则不可能在去年9月开始之后一直这么顺利。火力军曾在援乌线路图的视频中详细解释了各国援乌时所走的路线，各条路线开往乌克兰方向的列车、装甲车都是一眼望不到头，一架架大型的运输机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无数的货物被运抵，然后按照事先的分配朝乌克兰对应的战场方向飞驰而去。总的来说，整个乌克兰的后勤都是由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在帮着来做，俄军没法比。最后，德国还透露了在乌克兰建立坦克生产中心的想法。莱茵金属准备在乌克兰建立坦克工厂，让乌克兰投资2亿欧元，但乌方并没有马上答应。原因，火力军估计，一是乌军忙于打仗，没钱负担这项计划；二是乌方如果要跟德国军火商合作，估计就要将自家丰富的矿产资源拱手相让。这种绝户的做法，乌方是万万不能做的。更何况，现在乌克兰经济本就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就更不能把重要的矿产资源交到他国手里，所以才退而求其次，选择建设维修工厂。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德国已经完成了乌克兰的战争后勤中心，正在和乌克兰一起同俄罗斯对抗。如1月25日，德国政府确认将向乌克兰提供14辆豹2 A6 坦克。2月24日，德国决定从本国军队库存中再向基辅提供4辆同型坦克。3月底，据报道，这18辆豹2 A6 坦克已交付乌军。豹2系列坦克一直都被认为是西方武器市场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但该系列坦克的缺点是系统复杂，对后勤维护的要求很高，而乌军又没有能力维护，因此德国决定在波兰等几个国家开设维修中心，帮助乌军进行维护作业。除此之外，德国政府还有着大量炮弹供应计划。德国政府之前宣称，已经对莱茵金属公司提出了要求多增加至少2条生产线，来保证乌克兰可以获得足够的炮弹，来保证欧洲国家有充足的炮弹供应。很显然，德国这个曾经坚决不肯提供武器的国家已经改变了应对态度，很可能就是俄军的入侵行为让欧洲都感觉到了危机。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援助物资又怎么样？俄军难道不会拦截吗？别说，俄军还真拦截不了。对于俄军而言，他们自然是想截断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通道，摧毁乌克兰后勤物质，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从地理上看，我们可以将乌克兰分成2个板块，以绵延2000公里的第聂伯河为界，西乌克兰与欧洲的联系十分紧密，俄军根本无法插足。况且现在我们的乌兄弟已经渡过第聂伯河，来到了东岸与俄军对峙，俄军就更不可能截断援乌通道了。而且援乌通道的情况十分复杂，就比如通过波兰的援乌通道，光是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线长就有500多公里。援乌物资可以在其上任何一点进入西乌克兰，然后再由繁复的道路系统送往东乌克兰交战区，俄军根本就无处下手，不是说隔断就能隔断的，所以在后勤方面，俄军差远了。目前在巴赫穆特战区，乌军并不急于扩大战果，他们的反击暂时停止了。在稳定主城区后，乌军选择以防守为主。
但是瓦格纳集团依然在展开毫无意义的人海冲锋，企图以士兵性命换胜利。因为对于俄军来说，他们迫切需要拿下巴赫穆特，为俄军打气。打了8、9个月的地方，多次宣布拿下，却始终没有完全拿下，多少有点让人看不下去。最近有消息称，俄军精锐的空降部队准备在乌克兰反攻前，或是在5月9日前拿下巴赫穆特。不过火力军觉得这只是俄军的一厢情愿，乌军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首先，乌陆军上将瑟尔斯基最近视察了巴赫穆特，证明了乌军还在这里坚守。其次，泽连斯基再次表态，乌军不会放弃巴赫穆特，不会让俄军拿巴赫穆特当跳板，进攻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这些都意味着乌军将继续向巴赫穆特增兵。最后，其他战线上，俄乌双方虽然大部分还处于拉锯战中，但在赫尔松方向，乌军却有了重大进展。多方消息都已确认，乌军渡过了第聂伯河，在其东岸登陆并建立阵地。如俄军要求第聂伯河东岸的居民撤走，就间接证实了这些地方确实被乌军解放。如果乌军收复了赫尔松南部地区，那必然会对其他战区产生影响。比如，乌军可以选择使用海马斯直接炸掉克里米亚大桥，这样便能进一步封锁俄军后勤供给，也顺带把顿涅茨克的牢笼彻底关死。整个战场局势就会变得对乌军更为有利。之后，无论是先选择解放克里米亚，还是选择先解放顿巴斯，都在乌军的一念之间。甚至巴赫穆特或许也可以不战而胜。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反攻，乌克兰是怎么准备的？我们知道，乌军一直以收复所有领土为目标，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反攻，截止到目前，火力军知道的，乌军至少准备了9个新的机械化旅，其中包含230辆坦克、1550多辆装甲车和其他装备和弹药，以及西方为其特意训练的超1.6万名军人和各类型防空系统、弹药补助等。有消息说，平均1个月一开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为乌克兰解决各种问题，现在已经开到第11次了。由此可见，乌军为反攻所做的准备。而且以前为了避免战事升级，美国和北约一直都不援助能威胁俄罗斯本土的武器弹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出现了模糊，甚至已经被突破。比如，德国新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是可以接受的，这也代表了美国和北约的态度。而且最近，乌克兰也多次炮击了俄罗斯本土，还不断派出无人机袭击俄军目标，尤其是之前那几次的无人机轰炸，距离莫斯科一次比一次近。如4月24日，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一架装有17公斤炸药的乌克兰的 UJ-22自杀式无人机坠落在莫斯科附近的诺金斯克村。看来乌军是真的想实现在5月9日前将自己的无人机投到莫斯科红场上。乌军不断的小规模骚扰俄军补给线，加上普京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两人意见的不合，同样也为乌军接下来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希望尽快将前线俄军转入防御状态，而普京则一直希望俄军前线能传来好消息，拿下巴赫穆特。总之，现在的俄军比较被动，而乌军的反攻计划稳了。另外，为了应对西方坦克，俄军除了组建坦克猎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 T-14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这次俄罗斯官方也终于承认 T-14主战坦克已投入到乌军的作战行动中。据报道 ，T-14虽然被用来炮击乌军阵地，但是 T-14坦克并没有参与到直接攻击行动中。另外，俄军还吸取了 T-90等坦克严重折损的惨痛教训，专门在 T-14的侧面装了额外的保护装置。上面的机组人员也都选择了那些曾在顿巴斯接受过战斗协调训练的士兵。火力军估计，俄军是打算将 T-14搬出来，希望以最强坦克姿态去碾压西方坦克，从而来鼓舞士气，顺带挽救一下俄制坦克的声誉。而 T-14之所以能够被俄军寄予厚望，从数据上看，自然有它的过人之处。如 T-14是世界首型采用无人炮塔的坦克，其炮塔上装有一门125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能发射穿甲弹、破甲弹、炮射导弹等弹药。同时，边上的双管机枪和亚口径炮可用于攻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无人机等目标。
或者如其独特的隔舱化设计，在海湾战争期间，不少苏制坦克都发生过因炮塔被击飞导致成员伤亡的事儿。因此，在 T-14上就采用了革命性的隔舱化设计，内部的弹药、油料等舱室都铸上了单间。3名成员被安排到了坦克前部装甲位置，将成员舱与无人炮塔进行了彻底隔绝。而这种独特的设计就完美解决了以往坦克弹药殉爆的连锁问题。即使 T-14被远程火力击中，弹药发生殉爆，坦克成员存活的概率也比西方挑战者、豹2等坦克要高。另外，高度信息化也是 T-14不得不说的一个特点。先进观测系统、自动火控系统等设备，可以让车组人员不必抛头露面，就能在复杂环境条件下进行作战。最关键的是 ，T-14可以化作信息化作战系统中的一个节点，能与其他平台进行协同作战，具有体系化作战的能力。所以从数据上看 ，T-14不赖，牛。但是搁到战场上，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有西方媒体报道称，早在今年1月份，俄军前线部队由于 T-14状况不佳而被拒绝接受，又或者如产量只有几十辆，俄军指挥官不信任其性能等等。当然，这些也可能是西方对 T-14的舆论攻击，具体情况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实战表现。不过 T-14性能被质疑也是情有可原， T-90数据被吹得那么牛，不照样被乌军揍得那么惨？顺带着 T-14也跟着遭了殃。加上2018年7月30日，俄罗斯副总理告诉俄罗斯媒体，由于经济上的考量，俄罗斯将不会量产 T-14，所以截止现在，外界一直认为 T-14的实际交付量只有几十辆。而并没有让 T-14直接参与到攻击行动中。火力军估计，俄军是想练兵和通过实战来进一步检验 T-14的性能，并通过后续的改进进行修正。所以 T-14没必要参与一线作战，万一被俘或战损，俄军心疼是一回事，关键是俄军士气就再难恢复了。最强坦克都不管用，俄军士兵也将失去希望。所以 T-14估计不会与豹2、M1等西方坦克进行正面对抗，起码在测试结束前没有十足把握前不会。好了，关于德国打造的乌军后勤和怂怂的 T-14，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